中画幅120胶卷的相机一般体积都是很大的，但是也有小的。这两个相机体积差这么多，但是它能拍完全一样的照片。这都是80毫米镜头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中画幅相机 Voigtlander Percue No.1， 它有3个型号。第2个型号它有一个防多爆的装置，但是你镜片是小心一点的话，你就不会出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1和2基本上没什么差别。Percue No.3 呢，也叫 Percue E， 它呢就是这地方有 built-in range finder， 就是对焦装置。然后这个系列呢是1951年到1955年好像是生产的一个相机。说它是最小的呢，其实 Voigtlander 他们家呢有一个比这个更早的，形状和体积跟这几乎差不多的，好像比这厚一点，稍微高度稍微低一点，叫 Voigtlander 66号。那个呢就老了几十年，机械性能、成色呢保持的没有这个好。当然比这个再早30多年，有一个机型叫 Pilot 6，比这个更小，它是一个方盒子，这么小一个方盒子，比这个总体积更小，但是实际上这个更便携，因为那是一个盒子，所以你拿在手里或者你用的话，其实没有这个方便，这是可以折叠的。而且那个老了30多年呢，你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一个成色可以正常使用，所以说我就说这个是最小。这个相机以前我是不知道，如果知道的话，说不定我就不会买那个 Hasselblad， 但我那个 Hasselblad 呢，它是限量版，它是有收藏价值。这个福伦达 Percue 价格在过去10年涨了近10倍。装片很简单，就是把空白胶卷放在右面，前面影片放在旋转轴的中缝里头。这个胶卷的最前面有一个褶子，这个褶子是前面唯一的一个褶子，你要放在最前面。现在呢，你就记住这个在底下，你要旋转上整3圈啊，1、2、3圈了以后关上，就装好了。窗户要打开，然后你继续旋转，旋转到1，看到这个箭头了，然后又看到就到1了。拍完了以后继续卷，直到把尾片全部卷到片盒里为止。这个沾点水它就有粘性了，粘性你就把它粘住就行了。它是个 folder 可折叠式的相机，回去的时候你要摁这2个压片，它就回去了。这个系列呢，它有3个镜头和6个机械快门的组合，能组合成80种 model。我这个呢是比较基础的 model， 我的是 Vasca 光圈 4.5 80毫米的镜头，快门呢是 Pronto。一般人比较喜欢 Voigtlander Color Scooper Synchronal Compo 机械快门，但是我买的时候这个成色比较好。我在 eBay 上看到 Color Scooper 的那个是型号3内置 Range Finder， 就是对焦装置，我不喜欢那个设计，我喜欢这个比较简单的设计。然后这个相机呢，就是用法就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它所有的那个设置呢全在镜头上，然后这地方只能取景，既不能对焦又不能测光，全手动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要把它变成光圈8，你就转到光圈8，速度呢这个红点你就对准，比如说1/25，它这个快门速度呢只能从1/25到100%，更慢的呢你就要用闭门了。这儿呢是一个自拍功能，比如说我打开自拍，如果你是闭门的话，你是不能用，这就锁住了，你就不能用。你这个自拍只能在其他速度，所以我现在设置是1/25和光圈8，那你怎么去上那个快门？就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地方有个箭头指向你，你就要上焦，可以打开这个窗户，看它那个背指，比如说我拍第7，你要卷直到看到8为止，卷好了以后，这个箭头就指向前，就说你现在可以拍照了，所以我就摁一下，这个自拍就启动了。就拍了，箭头又指向你，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进到下一张，你就往前卷，直到看到9为止，
这个箭头指向前，可以拍下一张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呢，就用闪光灯呢，不用闪光灯，你就不用管它。当然呢，就是如果你要是用那个 Synchro Compo 的机械快门呢，你可以拍慢速，你可以拍到1秒，快速呢到好像是1/500秒，就是更强一点吧。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够用了。你只要是用那个 ISO 400的，基本上能应付所有白天的正常。当然我仍然在看啊，就是说如果它以后 eBay 上有卖那个 Color Scooper 和那个 Synchro Compo 机型，如果它成色比较好的，我会再进一个。我仍然进 Model No. 1，这地方没有刻字，上面也没有刻字，我喜欢这个简单的设计，但是那就非常难碰到了。Color Scooper Synchro Compo 的那个镜头在 Model 2中比较常见。那如果既不能测光又不能测距对焦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就用这个对焦，这是一个激光测距仪，可以用 USB charging 的。这有个激光，你就指着一摁，它就给你测距。当然，这个你不是说在所有的场合你都能用激光，比如说你在博物馆拍一个画，你不可能用激光去测，你就可以用老式的 range finder， 眼睛看着这儿，然后你就转这个，转到成像清楚了以后，你读一个数据。但我这个呢是英制的 feet 英尺，我专门选了一个瑞典的卖家，它这上是米的，跟我们比较常用的比较统一的。一个是成色比较好，另外呢就是说它是米的，所以你要用这就比较麻烦。用了以后你还用计算器换算到米，然后你再设置成多少米。基本上呢，因为你用光圈8的，你不需要测距，你就用 zoom focusing。比如说你用光圈8，它刻度上给你有一个三角，就是 near zone， 这个呢圈呢就是 far zone。如果是光圈8的话，是从这个三角呢，就是说从2.5米到5米全清楚的。圈的话，在光圈8的时候呢，那就是从5米到无限远全是清楚的。所以你就用 near 和 far 这两个 zone 就可以用了。在光圈8的时候，更低的光圈上你才需要更精确的测距，其实你也能估计出来。比如说我是1.8米啊，直立的情况下，你想象你倒下，头的位置就是离你是1.8米的位置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身高来估算那个距离。光圈开大，开到8到11的话，一般都不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景深非常大，所以你就用 zoom focusing。那你测光怎么办呢？可以用测光仪啊。你这个对准一个地方，它就给你测光了。这个可以放到这上，这就可以测光了。实际上我一般出去的时候，我连这个我都不带。测光我就用那个手机里的 APP 来测光，你就不用那么精确。为什么？因为胶片的宽容度很大，会有问题的。